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这期内容我必须先把最关键的一句话摆在最前面。日本正在用全体国民的生活质量给一个政客的政治野心买单，这不是夸张，是正在发生的现实。你知道现在全球能源市场是什么情况吗？国际油价因为中东局势一度涨到每桶119美元以上，各国都在拼命找便宜又稳定的能源。欧洲那边嘴上喊制裁，私下悄悄跟俄罗斯续合同。美国更直接，干脆把对俄石油制裁给取消了。全球绝大多数能源进口国都在想方设法给自己留后路。那问题来了，偏偏有这么一个国家，石油 99% 靠进口，能源结构脆如薄纸，却偏偏非要死磕俄罗斯，一步都不退。这个国家就是日本。他图什么？他就不怕被能源危机拖垮吗？先说说日本在干什么。七国集团搞了一个对俄石油价格上限机制，说白了就是一条霸王条款，买俄罗斯石油不能超过每桶 44.1 美元，超了就制裁你。这条机制从一开始就没人当回事，除了日本不仅死死咬住这个价格上限不撒手，还在全方位对抗俄罗斯这件事上越走越远。再看看其他国家是怎么做的，欧洲比日本精明得多。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欧盟嘴上喊着制裁，但管道原油和液化天然气从来没被纳入制裁范围，留了一条活路。据新华社报道，法国能源企业从来没停过进口俄罗斯液化天然气。价格上限实施后，法国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不降反升，大约增加了 5%。 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直接公开表态，能源安全是国家命根子，不能因为政治站队就牺牲老百姓利益。斯洛伐克经济部门的数据更直白，俄罗斯原油占其国内能源消费的 38%， 从俄罗斯进口的成本比其他渠道低 20% 以上，人家敢公开拒绝执行价格上限。就连最激进的德国切断俄罗斯能源又废掉煤电核电之后，立刻付出了惨痛代价。据新华社3月30日报道，德国3月通胀率飙升至 2.7%， 是2024年1月以来最高值。能源危机期间，超过12000家中小企业因能源成本过高直接倒闭，失业率从 3.8% 冲到 5.1%， 街头抗议不断。德国的教训已经摆在那里，可日本连这个教训都不吸取，甚至比德国还要硬。日本对俄罗斯的对抗已经不只是坚持价格上限这一件事了，它是全方位无死角的在挑衅。俄罗斯能源部门人士早就透露，价格上限实施后，俄罗斯跟欧洲部分企业还有过试探性合作，毕竟能源合作关乎双方利益，但对日本俄方的态度就2个字：免谈。3月31日，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鲁登科接受采访时把话说死了，俄罗斯不会向支持石油价格上限的国家供应石油。普京签署的反制命令已经延长至2026年6月30日，这扇门对日本是彻底锁死的。可日本不但不反思，反而变本加厉。日本财务省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冻结俄罗斯资产折合人民币超过500亿元。虽然对俄罗斯整体经济影响有限，但这份敌意俄罗斯记得清清楚楚。更过分的是，据观察者网报道，3月8日，装有防弹背心和头盔的日本自卫队 KC-767 加油机从小木基地出发飞往乌克兰，日本防卫省表示会继续全力支援。乌克兰方面曾书面索要反坦克导弹和地对空导弹等杀伤性武器，日方虽以法律障碍为由拒绝，却转头修改了防卫装备转移3原则，为提供军事物资悄悄铺路，明着不给杀伤性武器，暗地里持续拱火，这彻底激怒了俄罗斯。军事挑衅上，日本频繁跟美国在日本海举行联合军演，目标指向性极强，就是冲着俄罗斯去的。北方四岛问题本来就是历史遗留争议，
日本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多次公开宣称北方四岛是日本领土，还派军舰在周边海域巡航，全方位对抗，连一丝外交弹性都不流露，已经被自己走绝了。看到这里，大家肯定更疑惑了，日本不可能不懂放弃俄罗斯能源意味着什么，他到底图个啥？答案其实一点都不复杂。日本当前的国内政治逻辑已经完全压倒了经济理性，为了保住国内政治权力，哪怕牺牲国家经济，哪怕让老百姓扛着通胀压力，也在所不惜。这一切的核心绕不开一个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这个以对中俄强硬著称的右翼政治人物。他的上台本身就标志着日本政坛向强硬保守方向的集体转向，他把对外强硬当成维持执政合法性的核心筹码。据新华网报道，高市早苗在2025年10月24日的施政方针演讲中，明确强调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与安全保障的核心，强化价值观外交和威慑逻辑。对俄强硬贯穿始终，对他来说，对俄妥协就等于砸了自己的招牌。日本共同社民调数据显示，高市早苗 60% 以上的支持率来自右翼民众，这些人本身就仇视俄罗斯，强硬政策正好迎合了这个基本盘。更要命的是，高市内阁的执政基础本就不牢固，他领导的自公执政联盟是自民党首次与日本维新会合作，两党在众参两院的议席都没过半，维新会随时可能抽身。这种局面下，高市早苗只能靠对外强硬来凝聚共识，巩固地位。对俄制裁，坚持价格上限，看似损害国家经济利益，在他的政治算盘里却是稳住权力的关键筹码。哪怕国内能源价格飙升，哪怕老百姓生活越来越难，只要把责任推给俄罗斯的反制和国际能源局势动荡，就能对内维持住支持率。为了让日本民众相信能源危机跟自己的政策没关系，高市早苗搞了一系列自欺欺人的操作，说好听叫应急措施，说难听就是饮鸩止渴。第一招是释放石油储备。从3月16日开始，日本一次性释放了8000万桶石油储备，官方宣称能支撑国内45天消费。可稍微算笔账就知道，这是典型的拆东墙补西墙。日本石油储备总量约 4.7 亿桶，原本能支撑254天，释放8000万桶后只剩 3.9 亿桶，而中东局势持续紧张，美伊冲突一触即发。一旦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国际石油运输停滞，剩下的储备必须优先保障电力、医疗、国防等核心领域。普通民众的汽油和暖气供应到时候很可能被限制。第二招是砸钱补贴油价。3月19日，日本对每升汽油补贴 30.2 日元，折合人民币约 1.5 元。仅仅5天后，3月24日，又追加了8000亿日元预备费，补贴资金总额飙升至 10.08 万亿日元，折合人民币约540亿元。靠这笔钱，日本国内油价涨幅暂时被压了下来，营造出一副能源危机跟日本无关的假象。可这种做法根本撑不了多久，日本已经是全球债务率最高的发达国家之一。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6年2月17日发布的报告，2025年底，日本政府债务与 GDP 之比已超过 250%， 远超意大利的 140% 和美国的 130%， 是7国集团中负债最惨的国家。日本财务省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底，日本政府债务总额达到 1342.1 万亿日元，约合 8.71 万亿美元，刷新历史纪录，人均债务高达1090万日元。预计到2026年3月底，债务总额还会膨胀到1473万亿日元。IMF 已经明确警示，日本不宜进一步财政宽松，应控制财政扩张。可高市早苗的汽油补贴政策恰恰违背了这个警示。据日本财务省预算报告分析，如果补贴持续下去，
到2026财年，这笔费用会直接拖垮财政预算，政府可能连基本的教育和医疗开支都无法维持。除了债务黑洞，能源危机对日本制造业的冲击已经开始显现。制造业是日本的经济支柱，可能源供应一出问题，生产成本大幅攀升，企业根本扛不住。据日本经济产业省调查数据，过去1年里有超过 20% 的日本制造企业考虑过，或已经实施了生产线外迁。本田汽车已经决定将运往美国的思域混动车生产从日本转移至美国印第安纳州，东京附近工厂的混动车生产将在2026年6、7月结束。这背后的逻辑非常简单，日本国内能源成本太高，企业为了生存只能逃离。企业外迁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失业率上升，产业竞争力下降。日本总务省数据显示，目前日本失业率已从 2.8% 升至 3.7%，制造业失业率高达 4.2%， 按照目前的速度，到2026年底，日本制造业外迁比例可能突破 30%， 到那时日本经济将岌岌可危。而所有这些苦果，最终都要由普通日本民众来咽下去。能源价格上涨直接带动物价全面飙升。日本消费者厅调查显示，能源危机期间，日本家庭每月能源支出平均增加了 30% 以上，折合人民币每户每月要多花约1500元。对低收入家庭来说，这是难以承受的负担。在东京，有不少低收入家庭为了省电费和燃气费，冬天舍不得开暖气，老人只能裹着厚被子熬冬天。年轻人因为油价上涨，不得不放弃开车，每天挤2个小时地铁上班。很多家庭减少了外出就餐和购物，甚至推迟了孩子的教育支出。这不是夸张，是日本共同社近期报道中的真实场景。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开始对政府政策感到不满，民间呼吁调整能源政策，保障民生的声音越来越大。可高市内阁依旧不为所动。日本这种拧着来的做法，不只是坑了自己，还在搅动整个东北亚局势，甚至扰乱了全球能源市场的稳定。在地区层面，日本与俄罗斯的对抗直接加剧了东北亚的紧张态势。俄罗斯为了回应日本的挑衅，已经加强了在远东地区的军事部署。2026年2月上旬，俄罗斯空天军将大约15架苏 -57第5代战斗机部署到远东泽姆基空军基地，这几乎是俄空天军可用苏 -57总数的一半。该基地位于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距中国黑龙江省最近不到400公里。西方卫星图像已经证实了这一调动。除了苏 -57，该基地还有18架苏 -35S 战斗机、3架米格 -31BM 截击机和2架米 -8直升机，军事部署强度大幅提升。俄方虽然解释说此举是为了保护苏 -57免受乌克兰无人机袭扰，同时方便在共青城航空生产联合体进行维护，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也是对日本挑衅的直接回应。你敢在我门口秀肌肉，我就敢在远东部署先进战机。这种军事对峙无疑让东北亚的安全格局承受更大的压力，地区冲突风险也在同步上升。在全球层面，日本死咬价格上限，正在扰乱国际能源市场的正常秩序。欧盟已经开始务实地调整对俄能源政策，2026年1月1日起禁止各方与俄罗斯签订新的进口天然气合同，但为现有合同保留了过渡期。短期合同可持续到2026年6月17日，长期合同可延续至2028年1月1日前终止。据欧盟估计，目前俄罗斯天然气仍占欧盟进口量约 13%， 年价值超过150亿欧元。欧洲已经开始回归务实，不再盲目跟风制裁，可日本偏偏要逆流而上。这种行为不仅让俄罗斯对其彻底失去信任，也让其他国家颇为不满。
能源危机当下，稳定的能源合作才是重中之重。日本的做法很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导致国际油价进一步波动，影响全球能源供应的稳定性。最讽刺的是，日本其实有条光明大道可以走，偏偏自己选了一条死路。国际能源署2025年10月7日发布的可再生能源报告明确指出，预计到2030年，全球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将较2024年翻番，太阳能光伏发电贡献最大，占新增装机容量近 80%， 风能其次。而日本恰恰在太阳能、风能、地热能领域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报告显示，日本是全球地热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预计到2030年，全球地热发电年新增装机容量将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较2024年增长3倍。如果日本能放下对俄敌意，把精力和资金投入可再生能源开发，就能逐步降低对进口石油的依赖，从根本上解决能源安全的困扰。可日本没有这么做，他宁愿砸钱补贴油价，宁愿让企业外迁，宁愿让民众受苦，宁愿加剧地区紧张局势，也要死磕俄罗斯。阳关道不走，偏走独木桥，说的就是这种情况。说到底，这一切就是政治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的结果。高市早苗为了保住自己的执政地位，为了稳住那 60% 的右翼基本盘，宁愿拿日本的长远发展去赌一把。可这场赌局，日本真的能赢吗？目前债务高企，补贴难以为继，制造业持续外迁，经济支柱摇摇欲坠，民众不满情绪日益积累，执政基础越来越薄弱。国际上，日本因坚持价格上限，被俄罗斯彻底排除在能源合作大门之外。欧洲国家也颇有微词。更关键的是，能源危机不会很快结束，中东局势持续紧张，霍尔木兹海峡封锁风险一直悬在那里。一旦国际石油运输彻底受阻，日本剩下的储备根本撑不了多久，到时候补贴无法维持，油价继续飙升，物价全面失控，恶性通胀爆发，经济陷入停滞，普通人的日子会更难。俄罗斯其实已经把门开着，普京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月30日明确表态，俄罗斯愿意作为可靠的能源供应方向，任何全球市场供应能源，只是把日本这样支持价格上限的国家关在了门外。说白了，只要日本愿意放弃价格上限，愿意与俄罗斯缓和关系，稳定的能源供应就能重新到手，国内经济就能喘口气。可日本偏偏不回头，一条道走到黑。有人说日本是被美国绑架了，不得不跟着反俄。也有人说日本是想借反俄讨好美国，趁机发展军事力量。还有人说日本是在赌中东，局势很快平息，觉得自己能撑到最后。不管初衷是什么，用国家经济、民众利益和地区稳定去换一时的政治筹码，最终结局只有一个，自食恶果。在全球化时代，靠对话和合作解决分歧才是出路，靠强硬对抗和盲目制裁，只会把自己拖进深渊。最后，我想问问大家，日本在能源危机下死磕俄罗斯，你觉得最终会如何收场？是高市早苗保住了执政地位，日本却陷入经济崩溃，还是日本及时回头，与俄罗斯缓和关系，走出能源困境？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说说你的判断。好了，这期内容就聊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